哪天一起吃个饭？等一下，你刚说这句的时候，是真想跟我吃饭吗？说实话，不是我，就是随口一说。你看，这就是今天要讲的事。这句话你在中国一年能听到几十次，可是10次里面有9次他不是真的在叫你。连我们中国人自己都知道这一点，可是正在学中文的人不知道，那听的人怎么办？他们会当真，会真的开始等。等1个星期，等1个月，等那顿一直没来的饭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把这顿饭讲清楚，从这句话到底是不是在叫你，一直讲到最后谁去买单。中间每一步都有说法，可是没有中国人会告诉你，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不用说的事。我是小雨，今天说的是中国人怎么请客吃饭。我是小陈，你要是这几天正好要跟中国人吃饭，这一期你更得听。而且我们最后会讲一个真事。有个人那顿饭做了一件好心的事，结果请客的那个人脸一下子就红了。他做的全是好事，可是每一件都做错了地方。那顿饭到底怎么了？我们放到最后说。我先讲一个真事儿，有一个正在学中文的朋友，他叫阿杰，他刚到中国工作，第1个月，同事就叫他一起吃饭。这是好事儿啊，说明大家想跟他熟起来。是好事，可是那顿饭吃完，他一个人回家，在手机上查了一晚上。查什么？他查中国人吃饭为什么会是那样。他是被吓着了。差不多，他说那一天他做什么都不对，可是没有一个人告诉他哪儿不对。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们今天一步一步说，说完了，最后再回来讲他。第一步是被人叫去吃饭，这一步就已经有问题了。什么问题？就是开头说的那一句，哪天一起吃个饭。这句我太熟了，我自己1个星期能说3次。很多外国朋友听到这句就开始等，等了3个月也没有人再叫他，他心里就想，是不是我说错了什么？其实不是，因为那句话有的时候不是真的在叫你。对，它更像是一句客气话，跟你好、再见、有空来玩是一类的。那怎么分呢？看有没有时间，这是最简单的办法，一句话就能分出来。有具体时间的就是真的，没有时间的就是客气。比如说，这个星期6晚上有空吗？我请你吃饭，这个就是真的，你可以答应了，因为他把时间说出来了，他心里已经想好了。要是只说一句哪天一起吃个饭，你就笑一笑，说声好啊，说好啊就够了，不用往心里去，也不用真的在家等。我知道很多人在这儿难受过，他以为自己交到朋友了，然后等啊等，所以我们今天先把这件事说清楚，省得你白等。那要是真的叫你了，你怎么答应？最简单的一句，好啊，谢谢。你还可以加一句，那我几点到？这一句特别好，因为它说明你是真的要去，不是随口答应。还有一句更管用的，我需要带什么吗？这一句一说出来，对方心里会觉得你这个人很懂事。一般他们会说什么都不用带，人来就行。那你就真的人去就行了。你要是不放心，带点水果也可以，不会错。那要是你去不了呢？别只说一个不行，那样太硬了，对方会觉得你不想去。中国人拒绝的时候，前面都会先加一句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那天我有事。后面再加一句，下次吧，我请你。有了这后半句，这就不是拒绝了，这是往后推，是说我们还会再见面。你听这一整句，不好意思，那天我有事，下次我请你。这句你记下来，什么时候都能用。第2步，到了饭馆坐哪儿？坐哪儿也有说法。有，而且这个最容易做错。中国人吃饭常常是圆桌子，圆桌子看着一样，其实位子是不一样的。
对着门的那个位子最重要。那个位子一般是请客的人坐，或者岁数最大的人坐，我们叫他上座。所以你第一次去，别一进门就往那个位子上坐。阿杰是不是就坐那儿了？你猜对了，他一进门看见那个位子最舒服，前面地方也大，他就坐下了。那当时气氛怎么样？大家都没说什么，可是他后来自己看出来不对了，因为岁数最大的那位坐在了他旁边。这种事儿最难受，没有人说你，可是你自己知道了。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？其实特别简单，你进去以后先别坐，站着等一下。等别人说你坐这儿，对，他会给你安排，你就说一句好，谢谢。你也可以自己找一个靠门的位子先坐下。靠门的位子一般是最年轻的人坐，你坐那儿一定不会错。这就是一个小动作，可是别人全看在眼里。第3步，点菜，这一步最容易慌。因为他们会把菜单推给你，然后说一句你点吧。那到底该不该点？我先说他们为什么这么说，这是客气，是把你当客人，在他们心里让你先点是让着你。那客人应该怎么办呢？你可以先推回去，说一句您点吧，我都行。一般推一次就可以了。对，别推3次，推太多次反而怪，大家还得一直站着等。那要是他一定让你点呢？那你就点一个你自己想吃的。就点一个。对，点一个，然后把菜单递回去。你说剩下的您来。这个做法我觉得特别聪明。因为你点了一个，说明你不见外，你没有多点，说明你懂事。一个菜2件事都做到了。我再补一句，你点的时候可以问一句，你们这儿什么好吃？这一句一问，桌上的人马上就有话说了。那点菜的时候，你不能吃的东西怎么说？这个一定要说，而且要早说，别等菜上来了才说。最简单的说法是我不吃某个东西，我不吃辣，我不吃香菜。要是身体受不了，你就换一个说法。你说我不能吃，我不能吃海鲜，我过敏。你听出来了吗？不吃和不能吃是2回事。不吃是我不喜欢，不能吃是我身体不行。中国人听到不能吃会特别当回事，他会记住，下次点菜就不点了。所以有过敏的人一定要说不能吃这3个字。别为了客气不说，那不是客气，那是危险。第4步，吃的时候，这里有一件事很多外国朋友不习惯。你是说夹菜吧？对，别人会用自己的筷子把菜放到你的碗里。而且不问你要不要，你碗里刚空，马上又满了。他们不是不礼貌，他们是热情，在他们心里这是照顾你，是把你当自己人。那你应该怎么办？说一句谢谢就行了，真的，就这2个字。吃不下也别把话说得太硬，你可以说谢谢，我先吃这个。这句好，你没有拒绝他，你只是慢一点。还有一句你会一直听到，多吃点。这句话一顿饭能听10次，你不用真的一直吃，你笑一笑，说一声好就可以了。你也可以说我吃着呢，特别好吃。说一句好吃，比吃3碗饭还让人高兴。这是真的，做饭的人，请客的人就想听这一句。你要是一句话不说，他会一晚上都在想，是不是不合你的口味。第5步，喝酒。这一步我知道很多人怕，尤其是不能喝的人。我先说一句最重要的，不想喝可以不喝。现在真的没有人硬灌你了，跟很多年以前不一样了。可是你要会说，你要是只说一句我不喝，有的人还会再问你一次。那说什么好？第一个我开车，这一句最好用，说完谁都不会再劝你。因为在中国开车不能喝酒，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儿。
第二个我吃着药呢。这一句一说，大家马上就不劝了。第三个我以茶代酒。这句最好听，意思是我用茶来代替酒。你举起茶杯，说一句我以茶代酒，敬您。这一句一出来，别人反而觉得你懂，比你会喝酒还让人高兴。那要是你能喝，想敬别人一杯呢？那你就说我敬您一杯。说的时候人要站起来一点，杯子也要放低一点。杯子放低是表示尊重，你的杯子比对方的低，这个小动作很重要。然后你可以说一句谢谢您照顾我，或者一句最简单的干杯。干杯这个词全世界都会。你看，喝不喝都有话说，你不会被问住。好，现在我们回来说阿杰。他那天到底做了什么啊？第一，他做了上座。这个我们说过了。第二，菜单给他，他真的点了6个菜。 6个。 6个，他以为让他点就是让他点完。那桌上的人是什么表情？没人说话，可是菜一个一个上来的时候，大家开始互相看。那第三呢？第三最厉害，吃完了，服务员过来，他掏出手机，一下就把钱付了。他把单买了。他觉得这是礼貌，是他应该做的。那当时同事什么表情？全都愣住了。请客的那个同事脸一下子就红了。我明白了，因为那顿饭本来是那个同事请他。对，那个同事是想请他，是想欢迎他来。结果最后是新来的人把钱付了。那个同事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。阿杰当时肯定也不好受。他说他回到家越想越不对，可是他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。他是好心，他每一件事都是好心，他只是不知道这里的规矩。那后来呢？后来他做了一件我特别佩服的事。什么事？第二天他去找那个同事，他说昨天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？他直接问了。那个同事先笑了，然后跟他说了一句话。说什么？那个同事说，在我们这儿请你吃饭是我想对你好，你把钱付了，我这份心意就没地方放了。这句话说得真好。阿杰说这句话他记了很久很久，他说他一下子就明白了，那不是钱的事。从那以后呢？从那以后，他们2个成了很好的朋友。你看，问一句比自己想3天有用。所以你要是哪天觉得不对劲，别一个人猜，你就问一句，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？中国人被这么一问，只会觉得你在意他。那我们说最后一步，买单。这是最热闹的一步。你会看见2个人抢，而且抢得很认真，脸都红了。有的人还会偷偷先去把钱付了。对，吃到一半站起来说去洗手间，其实是去付钱。这一招用的人特别多，我自己就用过。那你作为客人应该怎么办？你要动一下。对，一定要动，你要伸手，要说我来我来。可是你不一定要真的抢到。你伸手是让对方知道你不是白吃，你在意这顿饭，这就够了。他把你按回去说不用不用，你就坐下。坐下以后说一句那谢谢您，下次我请。这句最重要，下次我请。因为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还会再见面。中国人请客，请的从来不是那一顿饭，是下一次。那年轻人现在也有别的做法？你是说各付各的？对，现在年轻的朋友之间各付各的很常见。一起吃个饭，手机上1分几秒钟就好了，这在朋友之间一点都不奇怪。可是你要看场合，要是对方已经明明白白说了我请你，那就别再各付各的了。
那样反而是不给面子。你就大大方方的谢谢他，然后记着，下次你请。快走的时候还有2句话。第一句，吃好了吗？这不是在问你吃饱没有，这是在问你满不满意。你说一句吃好了，太好吃了，就对了。第2句，剩的菜可以打包。打包，就是把没吃完的菜带回家。这一点都不丢人，现在大家都这样，剩着才可惜。你说一句这个可以打包吗？服务员就给你装。那老规矩，我们最后来几个小问题，你在心里答就行。第一个，别人说哪天一起吃个饭，可是没说时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那是客气话，笑一笑说声好啊就行。第二个，你进了饭馆，应该坐哪儿？先别做，等别人给你安排。第三个，菜单给你说你点吧，你怎么办？先推一次，真让我点就点一个，然后递回去。第四个，你不能喝酒，最好用的一句是什么？我开车。最后一个，别人把单买了，你说什么？谢谢您，下次我请。全对。因为这些真的不难，难的从来不是这些话，是你不知道规矩。你今天知道了，下次那顿饭，你就是坐在那儿最自在的那个人。我最后还想说一句，你不用做到全对，对，你是客人，没有人会笑话你。你只要让他们看出来你在意，这就够了。伸一下手，说一句好吃，说一句下次我请。就这3下，那顿饭你就没白吃。如果你在中国吃过这样的饭，不管是开心的还是尴尬的，都可以在下面写下来。说不定你写的那一次，正好帮到明天要去吃饭的那个人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下期见，拜拜。